就在本周啊，雷军发微博表示，今天在华为于总发布会上调侃我们小米苏7原装手机支架的设计。我们让手机的应用全量上车，强大的心脏无需手机支架。当当了当，当啷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嗨，大家好，我是大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啊！看见我呢，就意味着你又成功的长大了1周岁。本周啊，科技圈呢还是有很多好人好事的，但是我没赶上啊，所以又过了1周。接下来咱们抓紧表扬一下啊，没关系，失去的咱们拿回来。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的，可以把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习惯性瞎编啊，可以把圆周率后事物也打在弹幕上。咱们抓紧开始。首先啊，咱们迎来老朋友苹果，是吧？苹果最近没什么动静啊，但是呢，这个关于苹果的消息并不少。本来苹果应该在近期开发布会，但是也不知道因为啥它就没开。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苹果它为什么没有在原定的3月或者是4月召开发布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有同学表示啊，可能苹果是在憋大招。你说的可能对，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苹果它没活了？没活了都不知道说啥啊，就跟我一样，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发布会了啊。他不开啊，咱们替他开，是吧？那近期呢，受关注的机型还是苹果的 iPhone SE 4。注意看，这就是 iPhone SE 的高清渲染图啊，应该说这个清晰度还是挺高的。从造型方面呢，咱们可以看到几个主要的地方。第一个，采用的是刘海屏幕，也就是说现有的12也好13也好啊，这些苹果原有的屏幕可以继续使用个几年。然后是后置镜头是单镜头设计，那也就是说现有的这个3镜头双镜头啊，拆下来可以一个变俩。什么叫节省成本啊？什么叫不能叫废物利用啊？这段别播啊，千万别播。什么叫物尽其用啊？还有边框方面呢，采用的是直边，让你在用它的时候呢，能够时刻感受到最新一代的 iPhone 14、15的硬朗外观。来，同学们，满分100分，大家给 iPhone SE 4的外观设计打一个分数。没看清的话呢，我们继续从多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啊，这些外观里面呢，你会发现一些规律啊，什么意思？之前的 iPhone SE 上一代呢是3个配色，黑白红，而本次呢新加了绿色配色。那也就是说呢 ，iPhone SE 4对应4个颜色。那未来 iPhone SE 8是不是就对应8个颜色呢？觉得主播判断的对，可以打一波6。还有同学问到，这个机器这个外观还行啊，这个有点动心主播你有没有什么让我清醒一点的办法？看我们节目啊，你就省钱去吧。注意看到这儿了吗？有一个洞，这个洞呢应该就是 SIM 卡。根据往年的经验呢 ，iPhone SE 系列它可是单 SIM 卡呀，同学。那当然不排除你就一张卡。来问正在看节目的你在用几张手机卡啊？1打1，2打2，3张卡就打一个3，看一看大家的情况了。怎么样？是不是立刻就清醒了？主播让你迅速恢复理智。有同学说不能是真的吧？这外观能是真的吗？咱们之前聊过了啊，看一个爆料是不是真，要看配件厂商是否针对它推出相应的配件。注意看。那目前呢，已经有保护壳厂商呢带来了 SE 4的保护壳，那大概率呢就是这个外观了。至于发布时间呢没有啊，咱们再等待一下吧。本周游戏圈的重磅消息，网易和暴雪言归于好。近日呢，暴雪国服将正式回归。来啊，正在看节目的同学，盼望暴雪回归的打个1，回不回来无所谓的打一个2啊！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关于暴雪和他的前 CEO 靠迪克过去1年搞的那些骚操作，咱们之前节目介绍过很多次了。其实倒也不是说对于这家公司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而是过去很多年那些经典的游戏刻印在了我们童年的回忆当中。也许现在呢也没什么时间去玩暴雪旗下的那些游戏了啊，只不过呢偶尔可能回去看一看啊，瞧一瞧怀旧服，知道它还在啊也就行了。但是呢，你当它这个服务器都没了的时候啊，确实还是让人颇感唏嘘。在去年的时候还是引起了相当大的讨论度的啊，特别是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在暴雪的生态链上生存的人们，比如说一些主播，等于一夜间失业了，是吧？说走就走啊，暴雪可以，他根本就不考虑玩家的感受。而且想来想去，好像这些年呢，虽然我们也经常吐槽网易，但是在对待暴雪这个事儿上，连网易都感觉高大了起来。你就说这暴雪是吧？
好，那这波我占网易。好，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如何看暴雪回归的这件事情？有同学表示，大家喜大普奔呐，看来暴雪已经原谅我们中国玩家了。你是懂原谅的啊？你是懂原谅的耶。OK 啊，那不开玩笑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不要对商业公司寄予太多的个人感情在里面。为了钱，他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啊。来聊过去这几周热度最高的，也是未来几周热度会持续的小米SU7。关于这台车啊，我司第一时间订购了一台SU7 Max 创始人版。那么关于这场SU7的发布啊，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没聊的啊，今天咱们仔细复盘一下。首先，人们的记忆似乎很差，在发布会之前啊，好多人都在那儿预测价格，还信誓旦旦。但是发布会公布了价格之后，这些人全当失忆了，谁也不再提了。重点是，好像观众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事情。这么多主播里面，有没有完全猜对的呀？还记得在发布会之前啊，最多人猜测的价格就是19.9万，对吧？这是最多人猜的。但是呢，一公布并不是，人家卖21.5万。那你说这些主播好像都不吱声了。哎，还有嘴硬的表示说，哎，这个21.5万啊，它是包含一堆选配的赠的那个包，也就是包含价值16000元的首发的赠品。如果21.5万你减去那16000，是吧？那不还是吧19.9万吗？嘴硬是吧？自己没猜对啊，还非找理由。来，大家觉得认可这个价格吗？就是认可他们猜测19.9万那个价格吗？觉得认可啊，19.9万就算猜对了打个1，觉得19.9万不对，这肯定不能算，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情况。有同学说你是不是自己找理由？并不是，你可以看各大媒体报道啊，狂送1.6万元的选装包啊，所以还是19.9万。你看这是不是原话在这摆着的，是不是？那么纵观全球范围内，就没有一个主播猜对吗？啊？21.5万元真的就没有吗？科学表扬合订本，咱们一起来翻一翻几个月前主播我说了什么。你看啊，这是2024年的1月13号，记住这个时间。那个时候距离发布会啊还有很久很久。主播呢，我也是有病而来，良心主播，3万美元，我绝不加你1分钱。我推测小米汽车应该会有一个版本啊，就卖3万块美元。雷军表示，别让他走，马上给我叫回来。觉得男主播说的对，可以打一波6。当时打了6的同学，咱们现在来复盘一下。主播在3个月前猜它是3万美元，最近这段时间的汇率1美元兑换7.196。那么记住小米的这个价格21.5万，记住这个汇率3万美元乘以7.196等于21.5888。觉得主播说的有道理，可以打一波6。跟着主播买别墅靠大海，还不赶紧关注一波？一个个都愣装专家。关注一下咱们科学表扬直播间，主播下期告诉你小米SU8卖多少钱。说到小米SU7的价格啊，这有同学就问了，说这个价格29.9万，这个顶配到底值不值得买？首先我得问你了，你觉得29.9万它就是顶配吗？来看发布会，这21.5万，24.5万，29.9万，答案显然是否定的。29.9万根本就不是小米SU7的顶配，那到底是什么呢？你看颜色的价钱，而且后边还有的。平板支架399，车载 K 歌499，中控按键499，智能表盘699，车载支架149，情趣氛围灯199，对讲机449，对讲机还有个底座169，蓝牙音箱699。不是小米，我怀疑你这个小米SU7你不是汽车呀，你这是购物车呀啊！买了你这么个车，你整这里一大堆配件在这刺挠我，我瞅哪个我都想买。这是当然会有同学问，这么多的配件如果都买齐，是不是就是顶配了？算是吧。那么都买齐需要多少钱呢？来看我们的统计，主播给你列了现阶段2024年4月份的小米SU7满配价格。除了一大堆的支架之外呢，你不还得放几个 iPad， 再放几个小米平板啊？其中 iPad 顶配16000，加在一起啊是35520元。你看这个价格520，可以啊，可以。
也就是说啊，小米苏7的顶配呢就是29.9万加上3.5万啊。看完价格就看销量了啊，哪来这么多副歌啊？小米公布27分钟大定突破5万台，不是小米，你这根本就不是首发呀，你这是批发呀啊！把人家1年的量你几分钟都给卖出来了，咋想的？卖得快自然就有黄牛了。在2级市场上，小米的订单呢也成为了香饽饽，首批的车主啊转手卖那就是几千上万元。特别是创始版本啊，价格呢一度炒到了数万元。注意，炒的是个订单，你敢信？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在截止之前啊，半点截止，我们在22点29分付了2万元的订单，最终购买的就是创始版29.9万的这一台。这里呢还要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同学还不太了解小米苏7的一个售后权益啊，这边只有订购车主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大家可以截图分析。有同学表示，这主播挺有钱呢啊，20多万说掏就掏了，不是，并不是，因为呢，我心里存着一个希望，那就是前2天新闻报道，雷军退还了14年前小米手机1代的收入，给当年买了小米手机1代的用户每人送了1999元的购机红包。那我们现在啊，雷军啊，小米，我们现在买你这个车，咱们10年之后，你啊，雷军，你可记这个新闻，我这个钱可不能白花呀啊！来吧，同学们，觉得10年之后雷军会有个表示的，打个1啊；觉得10年之后雷军忘了，打一个2，看一下大家伙的选择怎么样？主播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理有据？提车这几天我们也拍了好几个视频，其中呢还包括冬季零下的测试等等。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经常有路人啦过来搭讪来看这台车啊，的确是情绪价值拉满。实话实说啊，你买个100万跑车也没什么人来看你啊。小米苏7往这一停，经常就有小姐姐从侧面在车旁边拍照留念，我还打招呼了，我说上车坐，你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车里边你随便看。不得不说啊，这个车的确有点出圈，而且是男女通杀，大家都很喜欢。不是我说啊，这有数据做支撑。雷军表示呢，小米苏7首批购车的用户当中，女性占比30%。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保守了。凭我这几天在马路上面平流拍照的经验，我觉得得接近50%。而且多数小姐姐都喜欢的就是这个紫色。当然，这里又会有同学聊到说，那主播，我也是某汽车品牌的产品经理，怎么样能像小米一样抓住女性用户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你有什么办法？总结一下小米成功的经验，它是怎么抓住女性用户的呢？很简单，你看小米雷军他们在发布会上宣传了哪些核心卖点能够抓住女性用户的需求？答案是漂亮的外观、防晒，还有自动泊车，可以了。其他的你先不用说，这几点就能抓住我们公司的女性用户群体了。来啊，各位产品经理跟我重复一遍：好看、防晒、自动泊车，还有熏香。各位产品经理如果学会了，赶紧打1波6，在别的地方那都是收费的。这场发布会的背后啊，其实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啊，特别是头一排啊，魏小李3家都凑齐，那是真的不容易啊。而在发布会结束之后，各位大佬啊还在后台合影留念啊，也是史无前例。这张照片呢，拍摄者还是长安旗下深蓝汽车的 CEO 来拍照啊，你说说。发布过程当中呢，雷军还感谢了包括比亚迪、理想、小鹏、宁德时代、长城、长安、蓝图、阿维塔、深蓝没了。有没有感觉缺谁？总之啊，感谢了一系列的友商，能把这么多大佬都请到自己的发布会。注意啊，他们其实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在此情况下还能在一起把手言欢，不得不说，来，同学们，你觉得雷军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我想来想去啊，答案只有一个。雷军如果在海贼王里边，那就是面子果实的持有者，是吧？到哪儿都得给面子，家里办大事啊，大家都给面子啊，都得来捧场，是吧？可以，我还给雷军批了一个海报，下次再开发布会就拿这个当海报，你觉得怎么样？当然啊，会有同学问到说，面子啊，面子值几个钱呢？哎，你可别说，面子它真值钱。注意看，
就在发布会开始之前，长城掌门人魏建军还来到现场，亲手把自家的当家旗舰车型和小米雷军的苏7来了一个互换，换的是什么？坦克700换小米苏7啊，这俩人属于是互换礼物。大家觉得这波怎么样？什么叫面子果实是吧？有同学问主播如何评价两位 CEO 互相换车？我当然是完全支持啊！而且呢，我觉得这波雷军他是赚了呀。为什么？40多万的坦克换20多万的小米苏7，你说赚不赚呢？长城的魏建军魏总，你好魏总，我也想跟你换车，而且我这车比苏7好啊！你看看，我这是小米初代真创始版合资吉姆尼车型，这是小米官方出品。怎么样，魏总？我跟你换一下好不好？这雷军管你要的是高配，我给你换个低配就行，好不好？那个长城的各位同事觉得同意的啊，可以给我后台留个私信啊，说你的。雷军表示，那不爽死了吗？魏建军魏总表示同意科技美学男主播说的话，给他找一个长城700的车模，给他换一个也行，我不挑，也可以。要说面子果实，那雷军也不是在哪儿都好用的。比如就在本周啊，雷军发微博表示，今天在华为于总发布会上调侃我们小米苏7原装手机支架的设计。这个我们的鸿蒙啊，这个系统它有强大的这个能力啊，我们让手机的应用全量上车，强大的心脏无需手机支架啊！我想大家为什么很多人什么还要用手机支架啊？我也搞不明白，是吧？我后来我明白了啊，原来是他们的车的导航性能不行，所以很多人要用个手机支架，用手机导航啊。但是用华为这个车无需手机支架，无需这个用手机导航。雷军表示，来同学们，你们是否支持在汽车上放手机支架啊？支持不支持啊？支持打1，不支持打2。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啊，你怎么看呢？面子果实受到挑战。关于这个事儿呢，也是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啊。有的人说这个于总当时发布会上聊的好像是特斯拉，他也没说小米啊。他说特斯拉导航不好用啊，让用手机支架代替。还有同学表示啊，这于总虽然没提是小米，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也只有小米在发布会上放了支架，是吧？所以应该说的就是小米啊。来问大家一下啊，你们觉得于承东于总在华为发布会上聊的这个手机支架，他指的是谁？觉得是指特斯拉打个1，觉得是指小米打一个2，看一看大家的选择。这答案还挺多呀。果然啊，你们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说起这个事儿呢，咋说呢？关于支架这个问题啊，手机支架，我估计啊，我猜的啊，估计这个雷军他当年可能听错了。小米苏7啊立项调研的时候，估计高管就问各大调研结果，就问大伙啊，说，大伙最看重汽车的什么功能啊？被调研用户表示，我们很看重汽车的支架啊，很看重支架是吧？对，就是智能驾驶啊。打电话问的啊，我们很看重支架，对，就是智能驾驶。结果呢，接电话这个用户他用的可能就是隔壁果子手机，信号不太好，只听到了前半部分，我们用支架，后半部分就是智能驾驶，没听着。雷军一听支架这还不好做吗？一个不够，咱们小米苏7给他整仨。所以你看，现在小米汽车上面有很多支架啊，就是很多手机支架啊。有同学表示，你这是不是黑小米啊？是不是黑小米？不是。并不是啊，并不是。这个小米它的智能驾驶也很强啊，只不过它的就是官方名称啊，它不叫支架。谁也不行艾特雷军啊，我看谁艾特雷军啊，房管给我摁住。有网友问主播你支持谁？我肯定是谁也不支持，但是呢，主播可以教你说话的技巧，如何一句话同时得罪2大企业高管，学着点。我为什么要在汽车上安手机支架呢？答案是我希望我在开车的时候啊，手机夹在支架上导航，这样媳妇儿啊、女朋友就不会把我的手机拿走过去看了。她要是拿我说我这导航的，怎么样？学会的同学可以打1波6。华为 P70 到底还要等多久？本周华为发布会啊，所有人都以为要发 P70 了啊，结果没有，等了半天发的是汽车智检 S7 和笔记本 MateBook X Pro 啊。当然这2款产品也很重磅，但是很多人还在等 P70。既然这场发布会都没发呀，我预测应该就不会发了啊。都说什么意思？你要黑我们华为？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这个 P70 很有可能就像
之前 Mate 60一样，选择直接上线开卖啊，也是有可能的。毕竟之前的效果呢，其实还不错。而且华为这次召开发布会啊，逼得友商直接把发布会时间都改上午去了。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认为华为 P70 还会有一场正式的发布会？打个1。不开了啊，直接上线开卖，打一个2，看一下大家的判断。行吧，不发也可以理解啊，省得你开了发布会啊，肯定要对芯片做宣传和解读。这要是让隔壁不要脸的听走了啊，那阿美利卡还不又得整事儿？那所以啊，不开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啊，造型方面呢，咱们可以提前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啊，大概率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信的话，咱们可以大概来看一下保护壳，这都是渲染图啊，这保真度啊，基本是99.99%了。那么在发布之前，大家可以给华为 P70 打一个外观设计的分数，满分100，你打几分呢？这次的保护壳里还推出了类似 MagSafe 外观设计的，不禁让人很好奇，难道要兼容苹果的配件啦？根据另外一组渲染图来看呢，似乎还会推出非凡大师 Ultimate Design 版本。你说这……那来问大家一下，如果真有这个版本的话，你觉得这个版本的设计和 Mate 60的设计哪一个更符合你的审美呢？喜欢 P70 打一个70，喜欢 Mate 60大师版本的打一个60，看一下同学们弹幕，你更喜欢哪一个设计呢？ OK，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好人好事了，不知道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呢？如果下周还想变大1周岁，赶紧关注一下主播，要不然你肯定就看不着我了，求求你了，咱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又到了上电视时间，上周啊咱们介绍了 iPhone 16，光影同学说这外观我不好说呀，于是他翻出了一张图，我这一看原来是 Nova 啊，这波属实遥遥领先了。武协同学表示啊，建议下一代 iPhone 啊增加实体 Home 按键，很多同学都认为这个设计很超前，还有同学建议直接加上指纹解锁。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有生之年苹果的 iPhone 会不会加上指纹解锁呢？小米表示最痛恨品牌溢价，但是有些字幕识别出来是最痛恨品牌溢价，所以啊，主持人说什么配合的字幕那同样很重要。来问大家，你觉得小米口中痛恨的到底是溢价呀还是溢价呢？